合着我这屋子不是挨着蒋府后院，我这屋子就是蒋府后院。您定不希望您这钱打了水漂吧？威胁我？绝无此意，绝无此意。总之，我会按时将房租上缴。哎，对了，二位娘子，我这手上最好的2宅住处，你们都看了个遍，就没一个看得上的吗？小郎君，我们已说了诉求，但你带我们来看的都不是我们想要的住所。其实那些也都挺好的，但是临河靠湖的，虽然风景美，湿气重，地势低，容易被淹；独门独户的，虽然干净清爽，但是没有足够的沃土或者空地。这临街的吧，又人流实在是太大了。找房子嘛，就是图生活便利，对不对？你们提的条件太苛刻了，难道真要住臭泥滩上吗？难道真的没有我们说的那种住宅吗？有倒是有。哎，小心！这泥土尽是腐化残叶，干湿何已？是咱们县城的废料。那咱们就租这间。别急，等等。你这院子大是大，可也太脏太破了，这怎么住啊？这儿是脏了点，破了点，可价格是真便宜啊！而且呢，这可是在花鸟使府邸的隔壁，有权贵傍身为靠，匪徒绝不敢上门造次。这花鸟使浪荡无状，声名狼藉，这恶名远胜于那些流寇匪徒，谁敢跟他做邻居啊？这花鸟使虽然交经荒唐，胡闹了些，但绝没有做过强抢民女的歹事啊。况且呢，这里紧挨的是蒋府后院，离主宅距离甚远，绝对安静安全。二位娘子大可宽心，不碍事的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你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。哎，若是跟蒋朝阳做了邻里，只要将关系处得好一些，日后无论是套钱还是赊账，那可就方便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我们2个弱女子住在这等狗官的隔壁，实在是有些害怕。是啊，除非这价格够便宜。没错，包在我身上，绝对便宜。走。顺义，这些席子咱们别扔，可以到时候遮阳用。哦，把它放倒吧。好，哎，小心，放地上就行。来，哎，还有好多呢。顺义，哎，帮我，慢点。哎，躲开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能开吗？
合着我这屋子不是挨着蒋府后院，我这屋子就是蒋府后院。我给你投钱做生意，如今还没赚到1文钱利润，你倒先换起房子了。我换房子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赚钱嘛。哎，蒋军，您看，这些污泥最适合种花了。您放心，月底您的利润定会1文不少的奉上的。牡丹，哎，不好了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好，方伢子辞工不见了，定是卷钱跑了。方伢子，孤女勇闯长安，尚未大展宏图，便被骗光了钱财，真叫人恻隐落泪啊！牡丹啊，你可千万别气馁，要吸取教训，要更加的发奋赚钱才是。毕竟我这9分力，可是一点都不能少啊！是。川渝，咱们也怜香惜玉一些，他们才2个人，搬家实在太慢。你派些人啊，把他们的这些东西都给搬出去。啊！是。川渝，且慢。蒋军，此事被骗是有我的失察，但是你们蒋府也有管理不当之事吧？这房伢子带我们来看房的时候，可是对这里熟门熟路的，我也没有见到蒋府有任何仆役看管呀。确实是吧？啊。郎君，您忘了，前2年您突然迷上了酿酒，就把这林府的院子买下来当酒窖。可过了没几个月，您又要养鹿，就顾不上这院子了。久而久之的，可能也是下人们犯了懒，就疏于打理了。你看，这不光怪我吧？不管怪谁，这都是我蒋府自家的事。现在是你占了我的房子，谁敢占？谁又能占蒋军您的房子啊？蒋军，你看啊，这院子也是个荒院，于您来说根本无用。但若是租给我们，我们可以将其变废为宝，而这利润也可以翻上一番。是。蒋军，我们都是爱财之人，您定不希望您这钱打了水漂吧？威胁我？绝无此意，绝无此意。总之，我会按时将房租上缴。哎，对了，蒋军，您那个琼台玉露可是搬到府上了？这2天我忙着搬家，没有功夫去看，不知道是否有鲜花绽放啊？啊，对，牡丹本就要定期为蒋军护理琼台玉露，这如今成了邻居，花有任何问题，牡丹随时可以去照料。岂不便宜？是啊，若是我们走，2败俱伤；我们留下来，2全其美。一则，日后这生意就在您眼皮子底下做，你也能心安一些；二来，我保证，蒋军这后院花开锦绣，连带着这个荒院都能气象一新，不失体面。蒋军如此精明，定不会拒绝此等好事吧？既然你说住下能2全其美，利润翻倍，那看来我这9成利是不成问题喽。绝无问题。月底川渝会来收账，1文不许少，1日不许迟，否则我还是会差人给你搬家。明白。那就祝你住得愉快。现下我既是你的债主，又是你的房东，蒋小花，好好表现哦。啊。蒋军慢走。哪个不长眼的房伢子坑钱坑到我头上了？跟任警长说一声，3日之内把人抓，把钱吐干净，受刑服役去。是。张毅，哎，不是说好请人除草吗？你怎么自己弄了？这帮工嫌除草是苦力活，要价甚高，咱们的钱也不多，还是自己来吧。确实，这修缮房屋还有购买花肥和物花的用具，花费了不少。咱们这手上确实没有什么结余了，咱们自己弄。
我不怕辛苦，你去收拾花吧，这里交给我。那怎么行？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一起。马齿苋。你怎么藏到这些？看我，你这还背了一个圣旨，多安排是一个好啊。牡丹，吃点东西吧。好。怎么了？我有一事不解，不知该不该问。问呀。这马齿苋既然可以入药卖钱，咱们又需要钱，为何不自己采了卖？这收实文让人随便拔，岂不是便宜了外人？这马齿苋虽然有价值，但是远比不上牡丹花。看似咱们亏了一些药材钱，但是实则为咱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，可以尽早获利。我从小跟着我父亲一起经商，学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，有的时候，这时间比钱更为珍贵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盛义，你既然早就有疑问，为何当时没有问我？我不懂经商之道，怕说错话打乱了你的安排。你看我这方才一问，果然是我目光短浅了。往后你怎么说，我便怎么做，绝不会再多嘴。不许这么说，你我是合伙做生意，我们是平等的。日后你有任何疑问，直接问我便是。牡丹，你这既识字又懂经商，还说赚了钱要赎回母亲的园子，想来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吧？盛义，若是以后我们不再为钱发愁，你想做什么？我出嫁前为父母兄弟而活，出嫁以后以夫君为天，还从未想过自己要做什么，能做什么。你如今早已自由了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。你有没有想过学学写字？这样以后无论是账本还是文书都能看得明白，再也不会叫他人骗了去。我这年纪识字太晚了。这如今我一个人记账，恐有疏漏。若是再请一个账房，花钱不说，我还怕被骗。盛义，我如今最信任的人只有你了。你聪慧勤勉，肯定一学就会，你就全当帮帮我，好不好？帮帮我。那就望无师不嫌学生愚钝了。来，我现在就教你。哇，这讲府好热闹呀！夜夜笙歌，也不怕伤身。但愿我那盆琼台玉露放在安稳的地方，千万别叫人磕碰了。盛义，我现下便教你啊。你看，我们记账呢是要从右到左，这个你是知道的。